我在高速开车，老公表妹忽然大喊一声：“前面有人！”说完便直接伸手抓住方向盘往左猛地一打，气囊在我脸上炸开的瞬间，听到表妹笑嘻嘻的大叫：“才怪，骗你的，碰碰车，好刺激！”在她第99次抢走我的方向盘后，我终于忍无可忍，在心里对系统说：“我要兑换奖励，从现在开始，让表妹每一句胡说八道的嘴贱都成真。”系统立马回复：“许愿成真，本能力仅对当前事件产生影响，无关过去，请宿主确认是否兑换。”我选择确认兑换。交警赶来，看完车内记录仪，冷着脸问许田：“这个你怎么解释？”许田眨了眨眼，还是那副装无辜的表情：“我抢方向盘其实是因为发现车胎里有白粉粉。”叮，检测到许田嘴贱，内容已成真。我差点喊出一声卧槽。两名交警对视一眼，眼神瞬间凌厉起来。许田被叮的一缩，还是不知死活的继续嘴贱道：“他一路在高速上开那么快，就是在偷运这些东西，这样我是不是就不算是故意妨碍驾驶了？甜甜人可是好孩子呢。哎呀，嫂嫂，你上车时候就特意叮嘱我不要乱看乱摸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”所有人原地不动。作为驾驶员，你需要跟我们走一趟，配合调查。我忽然手腕一紧，被控制在一边，但我不仅没有挣扎，甚至差点忍不住笑出声。太牛了，不愧是许田，他还真敢说啊。反正车是陆明川的，这么夸张剂量的白粉，他都不用去参加葬礼了，直接能去地下陪他爹了。哇，哥哥你看，跟电视剧里警察叔叔抓坏人一模一样哎。你估计要给你嫂子添麻烦了。不过他刚刚的样子还挺像那么回事的。两人指着被扣住的我，笑得人仰马翻。这是严肃的执法现场，可能涉及重大案件，再胡闹，一起带走。许田完全不管不顾，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，像是把我这副狼狈被捕的样子看够了，才慢悠悠走向车子轮胎。他蹲下身，从包里摸出一把小刀，一边说，一边随手把刀子扎进轮胎里。我好像记得嫂嫂是把白粉藏在这个轮胎的。哎呀，其实都是小问题啦。警察叔叔你们也太紧张啦，因为我就是开个玩笑嘛。噗嗤一声，轮胎被刺破。看，什么都没有吧？也太大惊小怪了啦！甜甜人只在电视里看过白粉粉捏，这居然都骗到他们了。看他们紧张的，不会真的信了吧？行了，别闹了，你再这么说，人家真当回事了。我妹妹就是这么幽默风趣，你们别介意。按住他们！几名警员瞬间冲上来，两个人甚至还没反应过来，手已经被反扣在身后。现场确认异常，违禁品含量极高，封锁区域，保护现场。你们至于吗？我妹妹就是开个玩笑。玩笑？你们要不要自己回头看看？他们同时下意识回头，只见被刺破的轮胎口居然真的缓缓往外一点点冒出细细的白色粉末。我刚刚就是随口说的啊，怎么可能真的有？这怎么可能？顾优，是不是你趁我不注意往车里塞了东西？车平时谁在开，钥匙在谁手里，这辆车我也是今天才第一次碰。交警的目光已经明显发生了变化，从刚才对我的重点控制慢慢转向了另一边。陆明川张了张嘴，却不知道还能辩驳什么。很快几辆车停在警戒线外，有人戴上手套，小心翼翼地从轮胎破口处刮取那一层白色粉末，装进取样袋。许田已经彻底不敢说话了。陆明川脸色惨白，额头隐隐有汗，而我心中是从未有过的期待，叫你们喜欢嘴贱。几分钟后，不是违禁品，只是普通白色面粉。我整个人都愣了一瞬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系统的声音很快响起，检测目标发言内容：白粉粉。该描述为模糊性物质纸袋，以匹配最基础语义白色面粉。我喉咙一紧，一股说不出的憋闷猛地堵上来。在执法现场反复提及违禁物，造成误判，干扰执法流程。你们觉得很好玩？许田，你要不要听听你自己在说什么？白粉，你脑子在想什么？我就是随口说说嘛，你以前不都说我这样很可爱吗？这是在外面，你刚刚差点把事情闹得收不了场。许田被说的一噎，整个人明显收敛了不少。我的指尖一点点收紧，我辛辛苦苦快穿得来的奖励，就换来一车面粉，太亏了，绝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我看许田，他一副被骂惨了的样子，可他是什么人，我太清楚了。3分钟都憋不住，趁着陆明川去交罚款的时候，我靠近许田。就这，我还以为你能搞点什么新花样。你什么意思？就是觉得挺没劲的，而且看着吧，你哥已经没耐心陪你玩了。你胡说，我哥不陪我，不管我，难道搭理你这个贱女人吗？我告诉你，就算我怎么闹，我哥都会无条件护着我。看着陆明川一脸烦躁的走回来，
是吗？我怎么就不信呢？许田啊许田，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啊！警察又交代了几句，就让我们离开了。忽然许田又开口了，警察叔叔，面粉只是障眼法，其实我嫂嫂是在车后备箱藏尸了。陆明川脸色一变，许田，你闭嘴，胡闹能不能分点场合？许田却像没听见一样，反而凑近他，压低声音，小声急促地说，哥，你看那件女人小人得志的样子，面粉肯定是她故意戏弄我们的，我们被她摆了一道，还被罚了钱，就这么算了？陆明川一愣，许田眼神发狠，语气压得极低，他今天急着赶回来干什么？你忘了？只要拖住他，让他见不到他爸最后一面，让他后悔一辈子，随便说点什么，让警察再查一轮，顶多再被骂几句，但他可就来不及了。陆明川眼神动了一下，然后不再阻拦，我也不恼，反而看向许田。你刚刚说我藏尸，那你说说看，我藏的是谁？许田明显愣了一下，他没想到我会反问，我故意说道，我今天才赶回来参加爸的葬礼，哪有杀人的时间？许田眼神一闪，果然接话了，谁说你没时间？我都看到你把你爸的尸体偷出来藏到后备箱了，他的器官都被你挖出来放到恒温箱里了。无知真可怕啊，这么荒谬的话，连我都听兴奋了。古优，你简直不是东西，你为了还高利贷，居然把主意打到你爸的尸体上，我都听到你打电话说要交易器官了。检测到许田嘴贱成分复杂，只能部分内容成真。几名警察对视了一眼，脸上的表情不再是刚才的紧张，而是明显的不耐和怀疑。此人多次虚假陈述了，这下没几个小时是不可能放行了。你应该赶不上见你爸最后一面了吧？活该。我看着他也笑了，语气却有点意味不明。是啊，本来是见不到了，可现在说不定能见到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却没再说话，只是看向警察们抽查车子。后备箱被打开的一瞬间，后备箱里当然什么都没有啦，因为尸体被我嫂嫂半路。他话音戛然而止，警察脸色骤变，声音陡然拔高，后退，封锁现场。这不可能。而系统的声音也同时响起，目标所述，父亲尸体条件成立，但宿主父亲已于早年去世。由于当前即将下葬的父亲是陆明川的父亲，故器官交易的目标判定转移，已完成嘴贱内容部分重真。陆明川不可思议地颤抖着嗓子低喃，爸，怎么可能是我爸？他往前冲了一步，警察一把拦住他。你认识死者吗？他是我爸，这不可能啊！我爸他明明活得好好的。我就随口说了一句，怎么会真的有尸体？警察没空管谎话连篇的许田，直接询问陆明川，你最后一次见你父亲是什么时候？陆明川声音发干，有一段时间没见了，但是今天还给我打电话了。他说到一半，忽然想起来，今天一早他妈似乎给他打过电话，但他当时在陪许田玩闹，没接着，就想着先算了，反正今天也要回一趟老家。他慌乱地掏出手机，就在这时，他的手机屏幕刚好亮起，是他妈打来的。陆明川不知道为什么，心里忽然生出一股极不好的预感，他连忙接起，电话那头是他妈几乎崩溃的声音：明川，不好了，你爸不见了。你说什么？他妈哭得快断过气去。我们实在是等不及你和小顾回来见你爸最后一面了，你爸到时间必须火化下葬了，棺材都抬起来了，我们按规矩要再看一眼，结果他声音猛地拔高，几乎是尖叫着喊出来的，棺材是空的，你爸不见了。陆明川整个人像是被雷劈中，大脑一片空白，手一松，手机啪的一声砸在地上，他母亲崩溃的声音从听筒里断断续续的传出来，可陆明川却像什么都听不见了。我站在一旁，看着陆明川那副魂不守舍的样子，心里畅快极了。我靠近他，调笑着啧了两声。哎呀，也不知道是谁这么好心，本来你被许田耽误的都见不到你爸最后一面了，现在倒是又让你见到了。陆明川猛地抬头，你知道是我爸的葬礼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笑眯眯地说，我说了，是咱爸出事了，你忘了我管你爸叫爸，管我继父叫叔。陆明川眼睛猩红，冲上来像是要把我撕碎。骗人，绝对是你干的。他人还没到我面前，就被现场的警官直接拦住，全部带走，涉嫌盗窃遗体、侮辱遗体，全部人员带回协助调查。审讯室的灯光很冷，警官简单询问了我这几日的行动轨迹后，很快核实了。我出差了几个月，每天的行程都很满，航班记录、酒店入住信息、公司出差备案，一条条都能和我的证词对上。
我的嫌疑很快被排除。可陆明川和许田就没那么顺利了。问到两人开车回老家前的在可疑时间段内，人都在哪做什么时，两人面色难看。陆明川支支吾吾道：我在家，和他一起。许田连忙点头。警官语气冷了下来。具体在做什么？两个人同时卡住了。警官语气冷了下来。请如实回答。陆明川脸色难看，只能硬着头皮道：在家里发生关系。许田脸瞬间涨红。警官都尴尬了，轻咳一声继续问：有其他人能证明吗？陆明川老实交代：没有，就我们两个。警官合上笔：嫌疑人之间的相互陈述不构成有效不在场证明，无法排除你们在该时间段内作案的可能。隔着玻璃，我看到陆明川焦急的破防大喊：我怎么可能会偷我爸的尸体？我真的冤枉了。我不知道是谁干的，但真的不是我。我轻轻勾了勾唇。是啊，我也知道不是他，可系统只管许田说的话改变现实，哪会管什么前因后果？另一边，几名警官已经把所有已知信息汇总在一起，却发现完全说不通。陆明川的父亲已经死了2天了，他的器官已经没用了，而且他们还发现陆明川父亲身上被取器官的手法相当的胡闹和儿戏，根本不像是真的器官交易。几个人都沉默了，这案子从头到尾都透着一股说不出的违和。就在这时，一名警官忽然皱了皱眉，指着许田的照片。他的描述虽然夸张，但细节大多都是对得上的，这些不是普通人随口能编的这么接近的。气氛瞬间变了，有人低声说了一句：那他之前那些胡说八道，有没有可能不是胡说？审讯室门重新打开，许田被单独带了出来，警官盯着他。我再问你一遍，你为什么会知道后备箱有尸体，还知道要器官交易？许田崩溃的大喊：我真的就是随口说的，我就是想整一整顾优，让他不能回去参加葬礼。我也没想到会变成这样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。他吓哭了，甚至一边说还一边扇自己的嘴。都是我胡说八道，警官，我真的错了，我的嘴怎么就这么……审讯室里一片狼藉。许田情绪彻底崩溃之后，根本问不出任何有效信息，案子几乎陷入死局。这时，婆婆已经得到了消息。婆婆硬是坐着村里的3蹦子赶到警局，强硬的表示找回来就行，只想快点下葬。警局也只能草草结案。于是，我们3个人又回去参加那场被打断的葬礼了。葬礼在婆婆的哀嚎中结束。她瘫坐在空荡荡的灵堂里，目光猛地落在我身上，像是找到了发泄口。她声音尖利：都是你这个扫把星，你一进我们陆家的门就没好事儿。你克死了亲爹还不够，现在还要克我老头子，人死了都不让安生，你是不是非要把我们陆家克绝了才满意？婆婆本来就不喜欢我，我是知道的，可陆明川就那么讪讪的站在一边，怂得像个鹌鹑，连话都不敢说一句。这么多年都是这样，他从来不敢在他妈面前护我一次，总是事后来做我的功课，说他妈过得苦，一个人撑起一个家，性格刚烈惯了，让我体谅他妈。婆婆越骂越上头：你哪点比得上甜甜？人家乖巧懂事，从小就是我们家看着长大的，你呢，满身晦气，早知道当初就不该让明川娶你。我看着他，语气平静的几乎没有温度。我确实比不上许田。他一愣，显然没想到我会是这个反应。我继续道：他之前都在警局承认了，已经跟我老公滚到床上了，这脸皮厚的程度我确实比不上。灵堂里还有吃席没走完的客人，都看一脸吃瓜的看过来。陆明川脸色刷的一下白了。小优，都是误会。我冷笑一声。是吗？那你是在警察面前说谎了？陆明川一句话也说不出。我懒得再跟他们纠缠，直接开口：行了，别演了，你最爱的是你妈，其次是你妹，我就没见过你这么怂的男人，离婚吧。陆明川张了张嘴，像是还想说什么。婆婆猛地一拍桌子：离就离，谁稀罕你这种扫把星？当初要不是明川非要娶你，我死都不同意。滚，赶紧滚出我们陆家！我直接转身。离婚协议我会让律师发给你，签了就行。说完，我头也不回地走出了灵堂。我开始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，把之前因为婚姻耽误的工作一点点接回来，重新接项目，重新规划时间。30天的冷静期过得飞快。去民政局那天，陆明川还是带着许田一起来的。
签完字，老阿姨，让一下啦。哥，走啦，我们去领证。陆明川被他拉着，脚步顿了一下。小优，我爸出了那样的事情，我妈让我快点办个红石冲喜。你和我解释什么？许田在旁边笑得眉眼弯弯，从包里掏出一张请帖，故意往我面前一递。嫂，哦不对，钱嫂嫂，到时候记得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哦。毕竟你不来，我怎么让你看清楚你输的有多彻底？几天后，我在酒店订了个包厢，准备见客户。刚走进大堂，就听到一阵热闹的喧哗声。我脚步顿了一下，然后看到了横幅，居然是陆明川和许田的订婚宴。还真是巧，我刚准备走，身后就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。顾瑶，我回头，陆明川正站在不远处。你还是来了。我真不是有意来的。你不用这样证明你还放不下我，我对你也，但我已经承诺了甜甜，我要对她负责。小妖，对不起。人无语至极，真的会想笑。许田这时候也走了过来，看到我的瞬间，就立刻挽住陆明川的手。钱嫂嫂，你还真来了。就在这时，一名工作人员急匆匆跑过来。先生，您母亲找您，说让您看看她的婆婆妆好不好看。许田立刻推了他一把，笑得乖巧。这里我来招呼就好。陆明川一步三回头，恋恋不舍地看了我好几眼。等他一走，许田脸上的表情瞬间就变了。你怎么这么没脸没皮啊？当时请帖都没拿，装得多潇洒一样，居然偷偷记下时间地点，你可真够费心的。我翻了个白眼。你喜欢捡垃圾是你的事，别拉上我。许田脸色瞬间一变。你？他气得不行，忽然像是突然想起什么，嘴角一勾，露出点得意。对了，你和我哥结婚的时候，一分彩礼都没有吧？也是，你那种条件也配要什么彩礼？但我就不一样了，我哥为了娶我，直接送了我好几根金条当彩礼呢，可是交通银行的，热乎乎的足金金条。下一秒，我脑海里久违的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。检测到许田嘴贱，内容：彩礼为交通银行的金条，已判定为可实现物品，奖励处罚，内容成真。等等，有这好戏不早说。我顿时脚步一顿，慢慢转过头，笑嘻嘻地看着他。哇，金条啊，在哪儿呀？许田明显愣了一下，他大概只是想炫耀几句，没想到我会顺着追问，但他很快就又恢复了那副得意的样子，吓了一拍。怎么，没见过？行啊，我带你开开眼。他转身就往里面走。订婚宴的包厢里，角落摆着一个红色的礼箱，上面还扎着喜庆的绸带。许田走过去，装模作样的拍了拍。诺，就在这里，我哥给我的彩礼。他话音刚落，我直接上前一步。那我看看。哎，他下意识伸手想拦，但已经晚了。我一把掀开了箱子，箱子里整整齐齐的躺着6根金条。我不由得在心里骂了一句：来真的！6根金条通体金黄，在灯光下闪得晃眼。我盯着那几张钱，差点没忍住笑出声。许田整个人都僵住了，他盯着箱子，眼睛一点点睁大。我趁着他傻眼的功夫，立马拿出手机拍了一张金条的照片。就在这时，门口忽然传来一声尖利的声音：明川，你看看妈是不是比新娘子还漂亮？婆婆进来本来是来找儿子的，结果一眼就看到了那一箱金条。这是什么？这么多金条，乖乖，这得值多少钱啊？我婆婆完全不给她说话的机会，当场开骂。好啊你，还没过门呢，就学会藏私房钱了是吧？这么多钱，不知道拿出来孝敬婆家，全自己藏着。你当我们陆家是给你打工的啊？不是，这不是。不是，都摆你礼箱里了，还不是？你当我瞎吗？你还给我！你这个没良心的，还没过门就敢跟婆婆抢钱，以后还得了？大家快来看啊，儿媳妇欺负婆婆了！她嚎的声音极大，外面的人瞬间被吸引过来。你放手，这是我的。2个人直接扭打在一起。就在这时，门口忽然响起一声冷喝：让一下！人群被分开，几名警察走了进来。谁报的警？话还没问完，视线却忽然落那一堆金条上，眼神一下子变了。警官直接戴上手套拿过1根，可婆婆和许田同时尖叫出声，2个人本能的就要伸手往前扑。你谁呀？这是我的！你干什么？还给我！直到看清楚对方是警官，婆婆的声音一下子弱了几分。警官同志，
那是我们家的。许田也跟着点头。警官根本没理他们，已经低头检查其手里的金条。旁边另一名警员凑过来看了一眼，低声说了一句：这编号是我们上周报案的那批失窃金条。为首的警官直接抬手呵斥道：涉嫌盗窃、非法占有涉案财物，金额巨大，立刻控制。婆婆和许田的手腕被一把扣住，两个刚刚还在争抢金条的人，现在都死命把金条往外推。许田直接尖叫起来：冤枉啊，不是我的！我打开彩礼箱子就看到金条了，肯定是我婆婆他们偷的。婆婆更是当场哭嚎：你个，别胡说！我要是有这么多金子，哪会给你当彩礼？你就值个几百块得了啦。警官同志，这金子是他的，跟我们没半点关系。我站在一旁，慢悠悠地把手机收回口袋，深藏功与名。人群的议论声还没散，警察已经干脆利落地把人带走了。后面的发展比所有人想象的都快。金条被送检，上面的指纹只有许田和婆婆两个人的。金条是怎么被偷出来的，没人说得清，可赃物就在他们手里。这一点已经足够他们吃牢饭了。消息传到陆明川那里的时候，他整个人都懵了，真的懵了。站在警局门口，像个被抽空了魂的人。1个月前，他还是父母健在，婚姻美满，甚至还能带着许田到处胡闹。而现在，父亲离奇惨死，母亲涉嫌重罪被抓，婚礼取消，连订婚宴都成了笑话。他像是一夜之间老了10岁。我刚作为报案人配合做完笔录，出警局出来，就看见了陆明川。看见他这副样子，我好心道：其实许田他不是普通人，只要他随口一说，说出口的事情就会成真。你把我当傻子耍呢？信不信随你，要不你自己去试试。陆明川不甘心的还是去探视了。他死死盯着许田。你是不是真的能验出法髓？许田直接笑出了声：你有病吧？我要是有这个本事，我还会在这儿。要不是你母亲那边把那些来路不明的物件塞我箱子里，我会变成这样吗？许田眼睛里全是恨。我告诉你，我要是真有那种本事，第一个说的就是他。他情绪激动的喊了几声，然后仰天大笑，结果还没笑完，门外忽然一阵骚动，工作人员猛地推门进来，脸色很难看。陆明川，你母亲刚刚在休息室里突发状况，已经确认走了。许田也愣住了，脸上的表情从愤怒到错愕。是你毁了我全家。陆明川冲向护栏，想伸手进去抓许田，却被旁边的工作人员死死拉住。不是我没有。你冷静一点。他挣扎着，声音嘶哑到破裂。我要找他算账。几名工作人员合力把他架住，才拖了出去。我听说这件事的时候也傻眼了，我赶紧问系统：是你干的？不是说随口一说的衡量标准是对我的恶意程度吗？他在里面要是恨我，不应该会说陆明川母亲的事吧？系统过了好久才回复道：可能是系统异常，赶紧让他退场吧。本系统天天服务一个低小对象，算什么？我忍不住笑出了声。哦，原来还是嫉恶如仇的筒子哥啊！婆婆和许田的事情告一段落后，陆明川也再也没来打扰过我。此后没了那几个伥鬼拖累，我的人生更开了挂一样，事业有成，家庭美满。只是在不知道过了几年后，忽然听说许田出狱了，陆明川还去接他出狱。结果见到的第一面，陆明川就割了许田的舌头。我听到这个消息，忍不住打了哆嗦。阿弥陀佛，急急如律令，阿门。小人速速退散，离我远点。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正在公司开会，手机震了一下，是以前老家一个邻居发来的消息。顾优，你听说了吗？陆明川把许田的舌头割了，就在派出所门口，现在已经被刑拘了。我盯着屏幕看了3秒钟，然后面无表情的把手机扣在桌上，继续开会。刚才说到哪了？第3季度的营销方案继续。同事们面面相觑，大概是我脸上的表情太过平静，反倒显得不正常。但我管不了那么多了。散会后，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，才终于把那条消息又翻出来看了一遍。割了舌头。陆明川，你可真够狠的。可仔细想想，又不意外。他爸死了，他妈死了，家没了，前程没了。所有的这一切，追根溯源，都是从许田那张嘴开始的。他需要一个发泄的出口，而许田就是那个最完美的靶子。我靠在椅背上，长长的吐出一口气。系统。我试着在心里喊了一声，没有回应。筒子哥。还是沉默。我愣了一下。自从上次系统说了那句赶紧让他退场吧，本系统天天服务一个弱智算什么，之后就再也没出过声。
我试着又喊了几次，依旧没有任何回应。走了，就这么悄无声息的走了。我愣了好一会儿，忽然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怅然。虽然这个系统来的莫名其妙，能力也是临时不灵的，但好歹陪了我这么久，结果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走了。我摇了摇头，把这点矫情的情绪甩掉。也好，反正许田已经废了，陆明川也进去了，我的人生终于彻底清静了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扑在了工作上，接项目、谈合作、见客户，每天忙得脚不沾地。以前因为陆明川耽误的那些年，我要一点一点补回来。公司里的人都说我变了，变得雷厉风行，变得杀伐果断。以前的顾优是个会为了老公一句你体谅体谅我妈就忍气吞声的女人，现在的顾优谁的面子都不给。一次项目复盘会上，有个合作方想赖账，各种找借口拖延尾款，我直接带着法务杀到对方公司，将合同拍在桌上。合同白纸黑字写着验收合格后7个工作日内付款，现在已经是第13天了，要么今天打款，要么我直接走法律程序。对方负责人还想打太极。顾总，您别急嘛，我们这边流程确实有点慢。我直接站起来。那你就慢慢走流程，我慢慢走法律程序，看谁耗得过谁。说完转身就走。第二天款项就到账了，同事们都说我牛逼，我只是笑笑，没什么牛逼的，只是以前太软弱了，现在不想再忍了而已。工作顺了，生活也慢慢好了起来。1年后的一天，我正在公司加班，手机忽然响了，一个陌生号码，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接了。喂，电话那头沉默了2秒，然后传来一个沙哑到几乎认不出来的声音。小优。我的手顿住了。陆明川。我的语气很平静。你出来了。陆明川应声。判了10个月，减了刑。我没什么反应。哦。他却开口。小优，我想见你一面。我靠在椅背上，看着窗外的夜色。没必要。他的声音忽然哽咽了。求你了，我就是想跟你说声对不起。我沉默了很久。行吧，明天下午3点，我家附近的咖啡馆，别迟到，我没空等你。第二天，我到咖啡馆的时候，陆明川已经在了。我差点没认出来，他瘦了很多，头发白了大半，眼眶深深的凹陷下去，看起来像老了10岁。看见我，他站起来，嘴唇哆嗦了半天，才挤出一句话：小优，你瘦了。我坐下来，面无表情地看着他。有话直说。他坐下来，双手捧着杯子，低着头沉默了很长时间。许田的舌头是我割的。我说，我知道。我当时疯了，我爸死了，我妈也死了，都是因为他那张嘴。我端起咖啡喝了一口。所以你就割了他的舌头？陆明川，你有没有想过，罪魁祸首其实是你自己？他猛地抬头看我，我放下杯子，一字一句地说：是你纵容他一次又一次的嘴贱，是你每次都在旁边看笑话，是你从来没想过要拦着他，他只是嘴贱，你才是那个真正害死你全家的人。陆明川整个人像被雷劈中一样僵住了，脸色惨白，嘴唇哆嗦着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行了，欠你也到了，我接受了，以后别再找我了。小优，我们能不能重新开始？不能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捡垃圾。说完，我头也不回地走了。身后传来陆明川压抑的哭声。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又是1年。我已经升了总监，手下带着20人的团队，买了房，买了车，日子过得风生水起。身边也有不少人给我介绍对象，我都拒绝了。不是还放不下陆明川，只是觉得一个人也挺好的，不用伺候谁，不用讨好谁，想干嘛干嘛。直到有一天，公司新来了一个合作方。那天开会，我迟到了几分钟。推门进去的时候，会议室里已经坐满了人。主位上坐着一个男人，30出头的样子，西装革履，五官硬朗。你好，顾总是吧？我是新项目的负责人。你好。久仰大名，听说顾总是个狠人。过奖。会议进行得很顺利。沈毅这个人专业能力很强，思路也很清晰。会议进行得很顺利。总，方便留个私人电话吗？后续可能有些细节需要沟通。有工作群，你可以直接在群里找我。行。我以为这就是一次普通的商务往来，没想到从那之后，沈毅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我的生活里。顾总，这个方案有个地方需要当面沟通。顾总，
你们公司附近有家餐厅不错，一起吃个饭。顾优，周末有空吗？有个展，想约你一起看。从一开始的顾总到后来的顾优，他的意图越来越明显。我的同事们都看出了端倪，纷纷劝我答应，说沈总条件好又单身。我每次都笑笑不说话，不是对沈毅没感觉，只是上一段婚姻的阴影太重了。我害怕再遇到一个陆明川，害怕再被辜负，害怕再被伤害。沈毅似乎看出了我的犹豫，一次项目结束后，他约我吃饭。顾优，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，但我不是陆明川，我不会让你受委屈，不会让你一个人扛，不会在你需要的时候袖手旁观。你调查过我？在决定追你之前，我想先了解你。我自嘲地笑了笑。你不觉得我是扫把星，克死了亲爹，克死了继父，还克死了前夫的亲爹和前婆婆？我不信这些，我只信我自己。你在我眼里是一个坚强、独立、有能力的女人。你之前遇到的那些事，不是你的错，是那些人配不上你。我看着他，眼眶忽然有点酸。多少年了，从来没有一个人跟我说过这些话。所有人都在指责我，说我是扫把星，说我是克星，说一切都是我的错。只有他跟我说，不是我的错。让我试试，给我一个机会，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。我沉默了很久，然后慢慢的把手放在了他掌心。和沈毅在一起的日子，是我这辈子最轻松的时光。他确实和陆明川不一样，遇到问题他会挡在我前面，受委屈了他会替我出头，加班晚了他会来接我，生病了他会整夜守着。1年后，沈毅跟我求婚了，没有多轰轰烈烈，就是一个普通的周末。他做了一桌子菜，吃完饭忽然单膝跪地，掏出戒指。哟，嫁给我。我看着他，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。好，婚礼办得很简单，只请了双方最亲近的人，没有彩礼，没有嫁妆，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规矩，就是简简单单的2个人在一起了。婚后，沈毅对我更好了，他的家人对我也很好。婆婆是个温柔的人，从来不会说那些刻薄话。小优，你多吃点，太瘦了，工作别太累，要注意身体。周末有空吗？妈给你炖了汤。我有时候会恍惚，原来正常的家庭是这样的，原来不是所有婆婆都像陆明川他妈那样，原来我也可以被温柔对待。又过了2年，我怀孕了。沈毅高兴得像个孩子，抱着我在客厅里转圈。我要当爸爸了，我要当爸爸了。你小心点，别摔了。他赶紧把我放下来，小心翼翼地扶着我坐下。对，小心点，你现在是重点保护对象。怀孕期间，他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，想吃什么他马上去买，不舒服了他马上请假陪我去医院，半夜腿抽筋他爬起来给我揉。我有时候看着他忙碌的背影，会忍不住想，如果当初没有离开陆明川，如果当初继续忍着许田，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？大概还是那个忍气吞声、委曲求全的顾优吧，大概还是那个被欺负了也不敢吭声的顾优吧，大概还是那个被骂扫把星也只能默默掉眼泪的顾优吧。幸好我离开了，幸好我选择了自己。10个月后，我生下了一个女儿。我躺在床上，看着她怀里的小东西，心里忽然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幸福。像你，真好看。沈毅，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谢谢你让我知道，我值得被爱。你一直都值得，只是以前那些人眼瞎。我笑了，笑着，眼泪就掉了下来。是啊，我值得，一直都值得。女儿3岁那年，我听说了一个消息，许田出狱后，因为没了舌头，说话含糊不清，走到哪里都被当成疯子，没有工作，没有收入，最后沦落到街头乞讨。陆明川被判了3年，等他出来的时候，已经什么都没有了，房子没了，钱没了，家没了。听说他去找过许田，但许田一看见他就跑了。也是，谁会想见一个割了自己舌头的人呢？我听完这些消息，沉默了很久，然后低头看了看怀里熟睡的女儿，又看了看正在厨房洗碗的沈毅，忽然觉得过去的那些事都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现在，是眼前这个人，是这个温暖的家。我把女儿轻轻放在床上，走到厨房，从背后抱住沈毅。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觉得我好幸福。我也是。窗外的阳光洒进来，落在我们身上，暖洋洋的。我想，这就是最好的结局了吧。那些伤害过我的人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而我也找到了真正的幸福。至于系统，后来我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声音。有时候我会想，他是不是真的存在过，还是只是我压力太大，产生了幻觉。但不管怎样，谢谢他。谢谢他陪我走过那段最难的日子，也谢谢他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，不要忍，不要退，不要让别人欺负你，因为你值得更好的。后来我常常想，人这一生最重要的不是遇见谁，
而是在遇见之后，你有没有勇气离开错的人。陆明川教会了我痛苦，沈毅教会了我被爱，而系统教会我的是看清这一切的能力。我不再是那个躲在角落里偷偷哭的女人了。现在的我可以坦然的笑，可以大声的说不，可以在任何人面前挺直腰杆，因为我明白了，我的价值不需要别人来定义。女儿一天天长大，眉眼越来越像沈毅，性子却像我倔强，不服输。至于陆明川，3年也好，30年也罢，都与我无关了。窗外的阳光真好。沈毅在客厅陪女儿搭积木，笑声一阵一阵传过来。我端着水果走过去，在沙发上坐下，看着这一大一小2个身影。这才是我真正的人生。我在高速开车，老公表妹忽然大喊一声，前面有人！说完便直接伸手抓住方向盘往左猛地一打。气囊在我脸上炸开的瞬间，听到表妹笑嘻嘻的大叫，才怪，骗你的，碰碰车，好刺激。在她第99次抢走我的方向盘后，我终于忍无可忍，在心里对系统说，我要兑换奖励，从现在开始，让表妹每一句胡说八道的嘴贱都成真。系统立马回复，许愿成真，本能力仅对当前事件产生影响，无关过去，请宿主确认是否兑换。我选择确认兑换。交警赶来，看完车内记录仪，冷着脸问许田，这个你怎么解释？许田眨了眨眼，还是那副装无辜的表情。我抢方向盘其实是因为发现车胎里有白粉粉。叮，检测到许田嘴贱，内容已成真。我差点喊出一声卧槽。2名交警对视一眼，眼神瞬间凌厉起来。许田被叮的一缩，还是不知死活的继续嘴贱道，他一路在高速上开那么快，就是在偷运这些东西，这样我是不是就不算是故意妨碍驾驶了？甜甜人可是好孩子呢。哎呀，嫂嫂，你上车时候就特意叮嘱我不要乱看乱摸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所有人原地不动。作为驾驶员，你需要跟我们走一趟，配合调查。我忽然手腕一紧，被控制在一边，但我不仅没有挣扎，甚至差点忍不住笑出声。太牛了，不愧是许田，他还真敢说啊。反正车是陆明川的，这么夸张剂量的白粉，他都不用去参加葬礼了，直接能去地下陪他爹了。哇，哥哥你看，跟电视剧里警察叔叔抓坏人一模一样哎。你估计要给你嫂子添麻烦了，不过他刚刚的样子还挺像那么回事的。2人指着被扣住的我，笑得人仰马翻。这是严肃的执法现场，可能涉及重大案件，再胡闹一起带走。许田完全不管不顾，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，像是把我这副狼狈被捕的样子看够了，才慢悠悠走向车子轮胎。他蹲下身，从包里摸出一把小刀，一边说，一边随手把刀子扎进轮胎里。我好像记得嫂嫂是把白粉藏在这个轮胎的。哎呀，其实都是小问题啦。警察叔叔你们也太紧张啦，因为我就是开个玩笑嘛。噗嗤一声，轮胎被刺破。看，什么都没有吧？也太大惊小怪了啦！甜甜人只在电视里看过白粉粉捏，这居然都骗到他们了。看他们紧张的，不会真的信了吧？行了，别闹了，你再这么说，人家真当回事了。我妹妹就是这么幽默风趣，你们别介意。按住他们！几名警员瞬间冲上来，2个人甚至还没反应过来，手已经被反扣在身后。现场确认异常，违禁品含量极高，封锁区域，保护现场。你们至于吗？我妹妹就是开个玩笑。玩笑？你们要不要自己回头看看？他们同时下意识回头，只见被刺破的轮胎口居然真的缓缓往外一点点冒出细细的白色粉末。我刚刚就是随口说的啊，怎么可能真的有？这怎么可能？顾优，是不是你趁我不注意往车里塞了东西？车平时谁在开，钥匙在谁手里，这辆车我也是今天才第一次碰。交警的目光已经明显发生了变化，从刚才对我的重点控制慢慢转向了另一边。陆明川张了张嘴，却不知道还能辩驳什么。很快几辆车停在警戒线外，有人戴上手套，小心翼翼地从轮胎破口处刮取那一层白色粉末，装进取样袋。许田已经彻底不敢说话了。陆明川脸色惨白，额头隐隐有汗，而我心中是从未有过的期待，叫你们喜欢嘴贱。几分钟后，不是违禁品，只是普通白色面粉。我整个人都愣了一瞬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系统的声音很快响起，检测目标发言内容：白粉粉，该描述为模糊性物质纸袋，以匹配最基础语义白色面粉。我喉咙一紧，一股说不出的憋闷猛地堵上来。在执法现场反复提及违禁物，造成误判，干扰执法流程。你们觉得很好玩？许田，你要不要听听你自己在说什么？白粉，你脑子在想什么？我就是随口说说嘛，你以前不都说我这样很可爱吗？这是在外面，你刚刚差点把事情闹得收不了场。许田被说的一噎，
整个人明显收敛了不少。我的指尖一点点收紧，我辛辛苦苦快穿得来的奖励，就换来一车面粉，太亏了，绝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我看许田，他一副被骂惨了的样子，可他是什么人，我太清楚了，3分钟都憋不住。趁着陆明川去交罚款的时候，我靠近许田。就这，我还以为你能搞点什么新花样。你什么意思？就是觉得挺没劲的，而且看着吧，你哥已经没耐心陪你玩了。你胡说，我哥不陪我，不管我，难道搭理你这个贱女人吗？我告诉你，就算我怎么闹，我哥都会无条件护着我。看着陆明川一脸烦躁的走回来。是吗？我怎么就不信呢？许田啊许田，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啊。警察又交代了几句，就让我们离开了。忽然许田又开口了。警察叔叔，面粉只是障眼法，其实我嫂嫂是在车后备箱藏尸了。陆明川脸色一变。许田，你闭嘴，胡闹能不能分点场合？许田却像没听见一样，反而凑近他，压低声音，小声急促地说：哥，你看那贱女人小人得志的样子，面粉肯定是她故意戏弄我们的，我们被她摆了一道，还被罚了钱，就这么算了？陆明川一愣，许田眼神发狠，语气压得极低。他今天急着赶回来干什么？你忘了？只要拖住他，让他见不到他爸最后一面，让他后悔一辈子，随便说点什么，让警察再查一轮，顶多再被骂几句，但他可就来不及了。陆明川眼神动了一下，然后不再阻拦。我也不恼，反而看向许田。你刚刚说我藏尸，那你说说看，我藏的是谁？许田明显愣了一下，他没想到我会反问。我故意说道：我今天才赶回来参加爸的葬礼，哪有杀人的时间？许田眼神一闪，果然接话了。谁说你没时间？我都看到你把你爸的尸体偷出来藏到后备箱了，他的器官都被你挖出来放到恒温箱里了。无知真可怕啊，这么荒谬的话，连我都听兴奋了。古优，你简直不是东西！你为了还高利贷，居然把主意打到你爸的尸体上，我都听到你打电话说要交易器官了。检测到许田嘴贱成分复杂，只能部分内容成真。几名警察对视了一眼，脸上的表情不再是刚才的紧张，而是明显的不耐和怀疑。此人多次虚假陈述了。这下没几个小时是不可能放行了，你应该赶不上见你爸最后一面了吧？活该。我看着他也笑了，语气却有点意味不明。是啊，本来是见不到了，可现在说不定能见到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却没再说话，只是看向警察们抽查车子。后备箱被打开的一瞬间，后备箱里当然什么都没有啦，因为尸体被我嫂嫂半路。他话音戛然而止，警察脸色骤变，声音陡然拔高：后退，封锁现场。这不可能。而系统的声音也同时响起：目标所述，父亲尸体条件成立，但宿主父亲已于早年去世。由于当前即将下葬的父亲是陆明川的父亲，故器官交易的目标判定转移，已完成嘴贱内容部分成真。陆明川不可思议地颤抖着嗓子低喃：爸，怎么可能是我爸？他往前冲了一步，警察一把拦住他：你认识死者吗？他是我爸，这不可能啊！我爸他明明活得好好的。我就随口说了一句，怎么会真的有尸体？警察没空管谎话连篇的许田，直接询问陆明川：你最后一次见你父亲是什么时候？陆明川声音发干：有一段时间没见了，但是今天还给我打电话了。他说到一半，忽然想起来，今天一早他妈似乎给他打过电话，但他当时在陪许田玩闹，没接着，就想着先算了，反正今天也要回一趟老家。他慌乱地掏出手机，就在这时，他的手机屏幕刚好亮起，是他妈打来的。陆明川不知道为什么，心里忽然生出一股极不好的预感，他连忙接起，电话那头是他妈几乎崩溃的声音：明川，不好了，你爸不见了。你说什么？他妈哭得快断过气去。我们实在是等不及你和小顾回来见你爸最后一面了，你爸到时间必须火化下葬了，棺材都抬起来了，我们按规矩要再看一眼，结果他声音猛地拔高，几乎是尖叫着喊出来的：棺材是空的，你爸不见了。陆明川整个人像是被雷劈中，大脑一片空白，手一松，手机啪的一声砸在地上。他母亲崩溃的声音从听筒里断断续续的传出来，可陆明川却像什么都听不见了。我站在一旁，看着陆明川那副魂不守舍的样子，心里畅快极了。
我靠近他，调笑着啧了2声。哎呀，也不知道是谁这么好心，本来你被许田耽误的都见不到你爸最后一面了，现在倒是又让你见到了。陆明川猛地抬头，你知道是我爸的葬礼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笑眯眯地说，我说了，是咱爸出事了，你忘了我管你爸叫爸，管我继父叫叔。陆明川眼睛猩红，冲上来像是要把我撕碎。骗人，绝对是你干的。他人还没到我面前，就被现场的警官直接拦住。全部带走，涉嫌盗窃遗体、侮辱遗体，全部人员带回协助调查。审讯室的灯光很冷，警官简单询问了我这几日的行动轨迹后，很快核实了。我出差了几个月，每天的行程都很满，航班记录、酒店入住信息、公司出差备案，一条条都能和我的证词对上。我的嫌疑很快被排除。可陆明川和许田就没那么顺利了。问到两人开车回老家前的在可疑时间段内，人都在哪做什么时，两人面色难看。陆明川支支吾吾道：“我在家，和他一起。”许田连忙点头。警官语气冷了下来：“具体在做什么？”两个人同时卡住了。警官语气冷了下来：“请如实回答。”陆明川脸色难看，只能硬着头皮道：“在家里发生关系。”许田脸瞬间涨红，警官都尴尬了，轻咳一声继续问：“有其他人能证明吗？”陆明川老实交代：“没有，就我们两个。”警官合上笔：“嫌疑人之间的相互陈述不构成有效不在场证明，无法排除你们在该时间段内作案的可能。”隔着玻璃，我看到陆明川焦急的破防大喊：“我怎么可能会偷我爸的尸体？我真的冤枉了。我不知道是谁干的，但真的不是我。”我轻轻勾了勾唇：“是啊，我也知道不是他，可系统只管许田说的话改变现实，哪会管什么前因后果？”另一边，几名警官已经把所有已知信息汇总在一起，却发现完全说不通。陆明川的父亲已经死了2天了，他的器官已经没用了，而且他们还发现陆明川父亲身上被取器官的手法相当的胡闹和儿戏，根本不像是真的器官交易。几个人都沉默了，这案子从头到尾都透着一股说不出的违和。就在这时，一名警官忽然皱了皱眉，指着许田的照片：“他的描述虽然夸张，但细节大多都是对得上的，这些不是普通人随口能编的这么接近的。”气氛瞬间变了，有人低声说了一句：“那他之前那些胡说八道，有没有可能不是胡说？”审讯室门重新打开，许田被单独带了出来，警官盯着他：“我再问你一遍，你为什么会知道后备箱有尸体，还知道要器官交易？”许田崩溃的大喊：“我真的就是随口说的，我就是想整一整顾优，让他不能回去参加葬礼。我也没想到会变成这样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！”他吓哭了，甚至一边说还一边扇自己的嘴：“都是我胡说八道，警官，我真的错了，我的嘴怎么就这么……”审讯室里一片狼藉，许田情绪彻底崩溃之后，根本问不出任何有效信息，案子几乎陷入死局。这时，婆婆已经得到了消息。婆婆硬是坐着村里的3蹦子赶到警局，强硬的表示找回来就行，只想快点下葬。警局也只能草草结案。于是我们3个人又回去参加那场被打断的葬礼了。葬礼在婆婆的哀嚎中结束，她瘫坐在空荡荡的灵堂里，目光猛地落在我身上，像是找到了发泄口。她声音尖利：“都是你，你这个扫把星，你一进我们陆家的门就没好事儿，你克死了亲爹还不够，现在还要克我老头子，人死了都不让安生，你是不是非要把我们陆家克绝了才满意？”婆婆本来就不喜欢我，我是知道的，可陆明川就那么讪讪的站在一边，怂得像个鹌鹑，连话都不敢说一句。这么多年都是这样，他从来不敢在他妈面前护我一次，总是事后来做我的功课，说他妈过得苦，一个人撑起一个家，性格刚烈惯了，让我体谅他妈。婆婆越骂越上头：“你哪点比得上甜甜？人家乖巧懂事，从小就是我们家看着长大的，你呢，满身晦气，早知道当初就不该让明川娶你。”我看着他，语气平静的几乎没有温度：“我确实比不上许田。”他一愣，显然没想到我会是这个反应。我继续道：“他之前都在警局承认了，已经跟我老公滚到床上了，这脸皮厚的程度我确实比不上。”灵堂里还有吃席没走完的客人，都看一脸吃瓜的看过来。陆明川脸色刷的一下白了：“小优，都是误会。”我冷笑一声：“是吗？那你是在警察面前说谎了？”陆明川一句话也说不出，我懒得再跟他们纠缠。
直接开口。行了，别演了，你最爱的是你妈，其次是你妹，我就没见过你这么怂的男人，离婚吧。陆明川张了张嘴，像是还想说什么。婆婆猛地一拍桌子，离就离，谁稀罕你这种扫把星？当初要不是明川非要娶你，我死都不同意。滚，赶紧滚出我们陆家！我直接转身。离婚协议我会让律师发给你，签了就行。说完，我头也不回地走出了灵堂。我开始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，把之前因为婚姻耽误的工作一点点接回来，重新接项目，重新规划时间。30天的冷静期过得飞快。去民政局那天，陆明川还是带着许田一起来的。签完字，老阿姨让一下啦，哥走啦，我们去领证。陆明川被他拉着，脚步顿了一下。小优，我爸出了那样的事情，我妈让我快点办个红石冲洗。你和我解释什么？许田在旁边笑得眉眼弯弯，从包里掏出一张请帖，故意往我面前一递。嫂，哦不对，钱嫂嫂，到时候记得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哦。毕竟你不来，我怎么让你看清楚你输的有多彻底？几天后，我在酒店订了个包厢，准备见客户。刚走进大堂，就听到一阵热闹的喧哗声。我脚步顿了一下，然后看到了横幅，居然是陆明川和许田的订婚宴。还真是巧，我刚准备走，身后就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。顾瑶，我回头，陆明川正站在不远处。你还是来了。我真不是有意来的。你不用这样证明你还放不下我，我对你也，但我已经承诺了甜甜，我要对她负责。小妖，对不起。人无语至极，真的会想笑。许田这时候也走了过来，看到我的瞬间，就立刻挽住陆明川的手。钱嫂嫂，你还真来了。就在这时，一名工作人员急匆匆跑过来。先生，您母亲找您，说让您看看她的婆婆妆好不好看。许田立刻推了他一把，笑得乖巧。这里我来招呼就好。陆明川一步三回头，恋恋不舍地看了我好几眼。等他一走，许田脸上的表情瞬间就变了。你怎么这么没脸没皮啊？当时请帖都没拿，装得多潇洒一样，居然偷偷记下时间地点，你可真够费心的。我翻了个白眼。你喜欢捡垃圾是你的事，别拉上我。许田脸色瞬间一变。你？他气得不行，忽然像是突然想起什么，嘴角一勾，露出点得意。对了，你和我哥结婚的时候，1分彩礼都没有吧？也是，你那种条件也配要什么彩礼？但我就不一样了，我哥为了娶我，直接送了我好几根金条当彩礼呢，可是交通银行的，热乎乎的足金金条。下一秒，我脑海里久违的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。检测到许田嘴贱，内容：彩礼为交通银行的金条，已判定为可实现物品，奖励处罚，内容成真。等等，有这好戏不早说！我顿时脚步一顿，慢慢转过头，笑嘻嘻的看着他。哇，金条啊，在哪儿呀？许田明显愣了一下，他大概只是想炫耀几句，没想到我会顺着追问，但他很快就又恢复了那副得意的样子，下了一台。怎么？没见过？行啊，我带你开开眼。他转身就往里面走。订婚宴的包厢里，角落摆着一个红色的礼箱，上面还扎着喜庆的绸带。许田走过去，装模作样的拍了拍。诺，就在这里，我哥给我的彩礼。他话音刚落，我直接上前一步。那我看看。哎，他下意识伸手想拦，但已经晚了。我一把掀开了箱子，箱子里整整齐齐的躺着6根金条。我不由得在心里骂了一句：来真的！6根金条通体金黄，在灯光下闪得晃眼。我盯着那几张钱，差点没忍住笑出声。许田整个人都僵住了，他盯着箱子，眼睛一点点睁大。我趁着他傻眼的功夫，立马拿出手机拍了一张金条的照片。就在这时，门口忽然传来一声尖利的声音：明川，你看看妈是不是比新娘子还漂亮？婆婆进来本来是来找儿子的，结果一眼就看到了那一箱金条。这是什么？这么多金条，乖乖，这得值多少钱啊？我婆婆完全不给她说话的机会，当场开骂。好啊你，还没过门呢，就学会藏私房钱了是吧？这么多钱，不知道拿出来孝敬婆家，全自己藏着。你当我们陆家是给你打工的啊？不是，这不是。不是，都摆你礼箱里了，还不是？你当我瞎吗？你还给我！你这个没良心的，还没过门就敢跟婆婆抢钱，
以后还得了？大家快来看啊！儿媳妇欺负婆婆了！他嚎的声音极大，外面的人瞬间被吸引过来。你放手，这是我的。两个人直接扭打在一起。就在这时，门口忽然响起一声冷喝：“让一下！”人群被分开，几名警察走了进来。谁报的警？话还没问完，视线却忽然落那一堆金条上，眼神一下子变了。警官直接戴上手套，拿过一根。可婆婆和许田同时尖叫出声，两个人本能的就要伸手往前扑。你谁呀？这是我的！你干什么？还给我！直到看清楚对方是警官，婆婆的声音一下子弱了几分。警官同志，那是我们家的。许田也跟着点头。警官根本没理他们，已经低头检查其手里的金条。旁边另一名警员凑过来看了一眼，低声说了一句：“这编号是我们上周报案的那批失窃金条。”为首的警官直接抬手呵斥道：“涉嫌盗窃、非法占有涉案财物，金额巨大，立刻控制。”婆婆和许田的手腕被一把扣住，两个刚刚还在争抢金条的人，现在都死命把金条往外推。许田直接尖叫起来：“冤枉啊，不是我的！我打开彩礼箱子就看到金条了，肯定是我婆婆他们偷的。”婆婆更是当场哭嚎：“你个，别胡说！我要是有这么多金子，哪会给你当彩礼？你就值个几百块得了啦！警官同志，这金子是他的，跟我们没半点关系。”我站在一旁，慢悠悠的把手机收回口袋，深藏功与名。人群的议论声还没散，警察已经干脆利落的把人带走了。后面的发展比所有人想象的都快。金条被送检，上面的指纹只有许田和婆婆两个人的。金条是怎么被偷出来的，没人说得清，可赃物就在他们手里，这一点已经足够他们吃牢饭了。消息传到陆明川那里的时候，他整个人都懵了，真的懵了。站在警局门口，像个被抽空了魂的人。1个月前，他还是父母健在，婚姻美满，甚至还能带着许田到处胡闹。而现在，父亲离奇惨死，母亲涉嫌重罪被抓，婚礼取消，连订婚宴都成了笑话。他像是一夜之间老了10岁。我刚作为报案人配合做完笔录，出警局出来，就看见了陆明川。看见他这副样子，我好心道：“其实许田他不是普通人，只要他随口一说，说出口的事情就会成真。”你把我当傻子耍呢？信不信随你，要不你自己去试试。陆明川不甘心的还是去探视了。他死死盯着许田：“你是不是真的能验出法髓？”许田直接笑出了声：“你有病吧？我要是有这个本事，我还会在这儿。要不是你母亲那边把那些来路不明的物件塞我箱子里，我会变成这样吗？”许田眼睛里全是恨。我告诉你，我要是真有那种本事，第一个说的就是他。他情绪激动的喊了几声，然后仰天大笑，结果还没笑完，门外忽然一阵骚动，工作人员猛地推门进来，脸色很难看。陆明川，你母亲刚刚在休息室里突发状况，已经确认走了。许田也愣住了，脸上的表情从愤怒到错愕。是你毁了我全家。陆明川冲向护栏，想伸手进去抓许田，却被旁边的工作人员死死拉住。不是我没有。你冷静一点。他挣扎着，声音嘶哑到破裂。我要找他算账。几名工作人员合力把他架住，才拖了出去。我听说这件事的时候也傻眼了，我赶紧问系统：“是你干的？不是说随口一说的衡量标准是对我的恶意程度吗？他在里面要是恨我，不应该会说陆明川母亲的事吧？”系统过了好久才回复道：“可能是系统异常，赶紧让他退场吧。本系统天天服务一个低小对象，算什么？”我忍不住笑出了声。哦，原来还是嫉恶如仇的筒子哥啊！婆婆和许田的事情告一段落后，陆明川也再也没来打扰过我。此后没了那几个伥鬼拖累，我的人生更开了挂一样，事业有成，家庭美满。只是在不知道过了几年后，忽然听说许田出狱了，陆明川还去接他出狱。结果见到的第一面，陆明川就割了许田的舌头。我听到这个消息，忍不住打了哆嗦。阿弥陀佛，急急如律令，阿门。小人速速退散，离我远点。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正在公司开会，手机震了一下，是以前老家一个邻居发来的消息。顾优，你听说了吗？陆明川把许田的舌头割了，就在派出所门口，现在已经被刑拘了。我盯着屏幕看了3秒钟，然后面无表情的把手机扣在桌上，继续开会。刚才说到哪了？第3季度的营销方案继续。同事们面面相觑，
大概是我脸上的表情太过平静，反倒显得不正常。但我管不了那么多了。散会后，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，才终于把那条消息又翻出来看了一遍。割了舌头。陆明川，你可真够狠的。可仔细想想，又不意外。他爸死了，他妈死了，家没了，前程没了。所有的这一切，追根溯源，都是从许田那张嘴开始的。他需要一个发泄的出口，而许田就是那个最完美的靶子。我靠在椅背上，长长的吐出一口气。系统。我试着在心里喊了一声，没有回应。筒子哥。还是沉默。我愣了一下。自从上次系统说了那句赶紧让他退场吧，本系统天天服务一个弱智算什么，之后就再也没出过声。我试着又喊了几次，依旧没有任何回应。走了，就这么悄无声息的走了。我愣了好一会儿，忽然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怅然。虽然这个系统来的莫名其妙，能力也是零时不灵的，但好歹陪了我这么久，结果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走了。我摇了摇头，把这点矫情的情绪甩掉。也好，反正许田已经废了，陆明川也进去了，我的人生终于彻底清静了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扑在了工作上，接项目、谈合作、见客户，每天忙得脚不沾地。以前因为陆明川耽误的那些年，我要一点一点补回来。公司里的人都说我变了，变得雷厉风行，变得杀伐果断。以前的顾优是个会为了老公一句你体谅体谅我妈就忍气吞声的女人，现在的顾优谁的面子都不给。一次项目复盘会上，有个合作方想赖账，各种找借口拖延尾款，我直接带着法务杀到对方公司，将合同拍在桌上。合同白纸黑字写着验收合格后7个工作日内付款，现在已经是第13天了，要么今天打款，要么我直接走法律程序。对方负责人还想打太极。顾总，您别急嘛，我们这边流程确实有点慢。我直接站起来。那你就慢慢走流程，我慢慢走法律程序，看谁耗得过谁。说完转身就走。第二天款项就到账了，同事们都说我牛逼，我只是笑笑，没什么牛逼的，只是以前太软弱了，现在不想再忍了而已。工作顺了，生活也慢慢好了起来。1年后的一天，我正在公司加班，手机忽然响了，一个陌生号码，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接了。喂。电话那头沉默了2秒，然后传来一个沙哑到几乎认不出来的声音。小优。我的手顿住了。陆明川。我的语气很平静。你出来了。陆明川应声。判了10个月，减了刑。我没什么反应。哦。他却开口。小优，我想见你一面。我靠在椅背上，看着窗外的夜色。没必要。他的声音忽然哽咽了。求你了，我就是想跟你说声对不起。我沉默了很久。行吧，明天下午3点，我家附近的咖啡馆，别迟到，我没空等你。第二天，我到咖啡馆的时候，陆明川已经在了。我差点没认出来，他瘦了很多，头发白了大半，眼眶深深的凹陷下去，看起来像老了10岁。看见我，他站起来，嘴唇哆嗦了半天，才挤出一句话：小优，你瘦了。我坐下来，面无表情地看着他。有话直说。他坐下来，双手捧着杯子，低着头沉默了很长时间。许田的舌头是我割的。我说。我知道。我当时疯了，我爸死了，我妈也死了，都是因为他那张嘴。我端起咖啡喝了一口。所以你就割了他的舌头？陆明川，你有没有想过，罪魁祸首其实是你自己？他猛地抬头看我，我放下杯子，一字一句地说：是你纵容他一次又一次的嘴贱，是你每次都在旁边看笑话，是你从来没想过要拦着他，他只是嘴贱，你才是那个真正害死你全家的人。陆明川整个人像被雷劈中一样僵住了，脸色惨白，嘴唇哆嗦着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行了，欠你也到了，我接受了，以后别再找我了。小优，我们能不能重新开始？不能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捡垃圾。说完，我头也不回地走了。身后传来陆明川压抑的哭声。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又是1年。我已经升了总监，手下带着20人的团队，买了房，买了车，日子过得风生水起。身边也有不少人给我介绍对象，我都拒绝了。不是还放不下陆明川，只是觉得一个人也挺好的，不用伺候谁，不用讨好谁，想干嘛干嘛。直到有一天，
公司新来了一个合作方。那天开会，我迟到了几分钟。推门进去的时候，会议室里已经坐满了人。主位上坐着一个男人，30出头的样子，西装革履，五官硬朗。你好，顾总是吧？我是新项目的负责人。你好，久仰大名，听说顾总是个狠人。过奖。会议进行得很顺利，沈毅这个人专业能力很强，思路也很清晰。会议进行得很顺利。总，方便留个私人电话吗？后续可能有些细节需要沟通。有工作群，你可以直接在群里找我。行。我以为这就是一次普通的商务往来，没想到从那之后，沈毅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我的生活里。顾总，这个方案有个地方需要当面沟通。顾总，你们公司附近有家餐厅不错，一起吃个饭。顾优，周末有空吗？有个展，想约你一起看。从一开始的顾总到后来的顾优，他的意图越来越明显。我的同事们都看出了端倪，纷纷劝我答应，说沈总条件好又单身。我每次都笑笑不说话，不是对沈毅没感觉，只是上一段婚姻的阴影太重了。我害怕再遇到一个陆明川，害怕再被辜负，害怕再被伤害。沈毅似乎看出了我的犹豫，一次项目结束后，他约我吃饭。顾优，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，但我不是陆明川，我不会让你受委屈，不会让你一个人扛，不会在你需要的时候袖手旁观。你调查过我？在决定追你之前，我想先了解你。我自嘲地笑了笑。你不觉得我是扫把星，克死了亲爹，克死了继父，还克死了前夫的亲爹和前婆婆？我不信这些，我只信我自己。你在我眼里是一个坚强、独立、有能力的女人。你之前遇到的那些事，不是你的错，是那些人配不上你。我看着他，眼眶忽然有点酸。多少年了，从来没有一个人跟我说过这些话。所有人都在指责我，说我是扫把星，说我是克星，说一切都是我的错。只有他跟我说，不是我的错。让我试试，给我一个机会，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。我沉默了很久，然后慢慢的把手放在了他掌心。和沈毅在一起的日子，是我这辈子最轻松的时光。他确实和陆明川不一样，遇到问题他会挡在我前面，受委屈了他会替我出头，加班晚了他会来接我，生病了他会整夜守着。1年后，沈毅跟我求婚了，没有多轰轰烈烈，就是一个普通的周末。他做了一桌子菜，吃完饭，忽然单膝跪地，掏出戒指。哟，嫁给我。我看着他，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。好，婚礼办得很简单，只请了双方最亲近的人，没有彩礼，没有嫁妆，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规矩，就是简简单单的2个人在一起了。婚后，沈毅对我更好了，他的家人对我也很好。婆婆是个温柔的人，从来不会说那些刻薄话。小优，你多吃点，太瘦了。工作别太累，要注意身体。周末有空吗？妈给你炖了汤。我有时候会恍惚，原来正常的家庭是这样的，原来不是所有婆婆都像陆明川他妈那样，原来我也可以被温柔对待。又过了2年，我怀孕了。沈毅高兴得像个孩子，抱着我在客厅里转圈。我要当爸爸了，我要当爸爸了。你小心点，别摔了。他赶紧把我放下来，小心翼翼地扶着我坐下。对，小心点，你现在是重点保护对象。怀孕期间，他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，想吃什么他马上去买，不舒服了他马上请假陪我去医院，半夜腿抽筋他爬起来给我揉。我有时候看着他忙碌的背影，会忍不住想，如果当初没有离开陆明川，如果当初继续忍着许田，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？大概还是那个忍气吞声、委曲求全的顾优吧，大概还是那个被欺负了也不敢吭声的顾优吧，大概还是那个被骂扫把星也只能默默掉眼泪的顾优吧。幸好我离开了，幸好我选择了自己。10个月后，我生下了一个女儿。我躺在床上，看着她怀里的小东西，心里忽然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幸福。像你，真好看。沈毅，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谢谢你让我知道，我值得被爱。你一直都值得，只是以前那些人眼瞎。我笑了，笑着，眼泪就掉了下来。是啊，我值得，一直都值得。女儿3岁那年，我听说了一个消息，许田出狱后，因为没了舌头，说话含糊不清，走到哪里都被当成疯子，没有工作，没有收入，最后沦落到街头乞讨。陆明川被判了3年，等他出来的时候，已经什么都没有了，房子没了，钱没了，家没了。听说他去找过许田，但许田一看见他就跑了。也是，谁会想见一个割了自己舌头的人呢？我听完这些消息，沉默了很久，然后低头看了看怀里熟睡的女儿，又看了看正在厨房洗碗的沈毅，忽然觉得过去的那些事都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现在，是眼前这个人。
是这个温暖的家。我把女儿轻轻放在床上，走到厨房，从背后抱住沈毅。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觉得我好幸福。我也是。窗外的阳光洒进来，落在我们身上，暖洋洋的。我想，这就是最好的结局了吧。那些伤害过我的人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而我也找到了真正的幸福。至于系统，后来我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声音。有时候我会想，他是不是真的存在过，还是只是我压力太大，产生了幻觉。但不管怎样，谢谢他，谢谢他陪我走过那段最难的日子，也谢谢他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，不要忍，不要退，不要让别人欺负你，因为你值得更好的。后来我常常想，人这一生最重要的不是遇见谁，而是在遇见之后，你有没有勇气离开错的人。陆明川教会了我痛苦，沈毅教会了我被爱，而系统教会我的是看清这一切的能力。我不再是那个躲在角落里偷偷哭的女人了。现在的我可以坦然的笑，可以大声的说不，可以在任何人面前挺直腰杆，因为我明白了，我的价值不需要别人来定义。女儿一天天长大，眉眼越来越像沈毅，性子却像我倔强，不服输。至于陆明川，3年也好，30年也罢，都与我无关了。窗外的阳光真好。沈毅在客厅陪女儿搭积木，笑声一阵一阵传过来。我端着水果走过去，在沙发上坐下，看着这一大一小2个身影，这才是我真正的人生。